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呢，币圈可是非常热闹啊。4月18号周日，比特币午间跳水，一度跌到52000美元的下方，以24小时行情计算，下跌17%。众多的加密货币也是猛跳水，78万人爆仓，爆仓金额将近500亿元。不过没用一天的功夫啊，忽忽悠悠又涨回来了，涨回到了58000美元。这一下很多空头又爆仓了，先杀多头，再杀空头，是来回割呀。截止到做节目的现在呢，价格是53000啊，又跌回来了，这是一个事儿。4月18号，博鳌亚洲论坛啊，央行的前行长周小川，央行副行长李波都发表了都对比特币和稳定币发表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呢，我们一会儿会涉及到啊，也是非常的重要。4月份以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硬盘的价格开始飞着涨，把我乐得不行。为什么乐呢？因为我过年之后呢，刚添置了一套 NAS 啊，我放个成交记录啊，8T 的硬盘，我买的时候是1500，现在涨到快4000，我是又乐又后悔啊。就当初为什么不买 16T 的硬盘呢？ 16T 的硬盘当初卖大概是2500，我嫌贵没舍得买啊。现在呢，一块硬盘涨到了8000多呀，简直是疯了。那硬盘为什么疯涨呢？是因为硬盘也能挖矿了，挖起亚币。这三个事儿呢，综合起来看啊，可以说是现在啊，币圈是这几年最热闹的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应该怎样看现在的加密货币啊，现在叫加密资产啊，这种近乎疯狂的现状。不在币圈里边的可以了解一下啊，在币圈里边的呢，如何去平衡一下心态啊，冷静一点去看待当前的市场。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是侧重于还没有进入币圈的朋友啊，多了解一点没有坏处。首先我们说币圈爆仓这个话题啊，爆仓很正常，正确看待就好。爆仓的原因不是因为比特币，而是因为合约，也就是你买卖比特币加了杠杆了啊。本来这玩意儿价格波动就大，杠杆还加的贼高，3到5倍那是小 case，10到20倍很正常，100倍杠杆也有啊。你做反了，价格波动个1%就爆了。如果说4月18号呢，你是在价格的高点上做多的话，17%的跌幅，6倍以上的合约来不及止损的全爆。至于说来不及止损的原因呢，很多朋友说了，我不是不想止损啊，我要止损的时候连不上网了，无法交易啊，眼睁睁看着它爆仓了。这个问题呢，相信币圈的朋友有人遇到过啊，而且还不少啊。这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一会儿再说。先说爆仓的那些人，其实呢没必要同情的，他们本来就是抱着赌一把的念头下单的，那认赌服输嘛。任何加高杠杆的交易啊，其实都是赌博。你别说比特币了，就是你买卖国债，如果允许你把杠杆加到几百倍的话，照样爆仓。接下来呢，我们就说第二个话题啊，就是买卖比特币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比特币到底有没有价值？我只说我自己的观点啊，请做参考。本来呢，这是个没有争议的事情啊，以前大家都认为炒作比特币就是投机行为啊，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呢，这几年的争议越来越多了啊，比特币价格疯涨。一些金融机构和大公司也开始买比特币了，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接受比特币付款了，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啊，比特币值得投资啊，未来还会涨。你看，连特斯拉都接受比特币付款了。说起特斯拉呢，也很有意思啊。昨天有一个关于维权的事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就说明比特币有价值嘛，有价值的东西就值得投资嘛。我又不上杠杆，放着慢慢升值还不行吗？就这种认识对不对呢？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啊。比特币究竟有没有价值？我个人认为啊，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以前是多以前呢？可以看作是2017年以前吧。2017年以前呢，比特币虽然也出名，但是毕竟还属于小众的圈子。2017年的年初，比特币的价格还不到1000美元吧，到了年末涨到了19000多美元，一年翻了将近20倍，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比特币。
价值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基于人们的认同啊，认同的人越多，这个东西就越有价值啊。你说美元有什么价值？一张绿纸而已，但是国际社会认呢？有人可能要说了，那是美军逼着你认，说的不错，但是毕竟还是认的啊。其实信用货币呢，也就是纸币，都是国家的强制力逼着人们认的，它本身没什么价值。再举一个例子啊，你说黄金有什么价值？就光是工业上的那点应用啊，能支撑起黄金的价格吗？肯定是不行的啊。黄金之所以贵重，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认同，这可没人逼你吧？啊，比特币呢，现在世界上认同它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如果我们现在还说比特币没有任何价值，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前两天呢，博鳌亚洲论坛啊，有一个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的分论坛啊，央行的高层也发表了对比特币和稳定币啊他们的一些看法吧。央行副行长李波是这样说的：比特币和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加密资产是投资的选项，它本身不是货币，而是另类投资品。加密资产将来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或是替代性投资。那这种表述就很值得品味了啊！以前央行是没有这么说过的，以前央行对这种东西呢是排斥的，更多的表现的是一种不承认这个东西的态度。现在说了，比特币和稳定币是加密资产，也就是说间接承认了比特币这种东西是有价值的啊，是投资的选项。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呀？说明央行啊已经很有把握了，就有能力控制加密货币了。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数字人民币的加快落地啊，这个到最后我们再讲。那有朋友可能就想啊，比特币既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连高层都说了它是一个另类的投资品，那我是不是可以投资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比特币投资和投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吧，购买比特币和一些加密货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还是属于投机行为啊，投资的属性极小。未来会不会以投资为主呢？不好说啊，但是现在它肯定还是投机的行为。这种界定的意义在哪儿？就是你参与投机就要有投机的觉悟，4个字：认赌服输。这玩意儿只要还处在投机的阶段呢，那就意味着风险极大，要做好血本无归的思想准备啊。那怎么看一个东西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呢？其实很简单了啊，就是看它是不是属于零和博弈啊。投机最极端的例子那就是赌博了呗。赌博是标准的零和博弈，我赢的钱那肯定是你输的啊。赌博本身是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再比如吧，我去炒股票，其实很多短线的操作也是属于投机行为的，我挣的钱就是别人赔的。但是呢，股票也有投资的属性啊，公司的业绩增长了，股价随之上涨啊，我买这个公司的股票挣钱了，张三李四也挣钱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人赔钱啊，这就叫投资，它不属于零和博弈。说到这儿呢，大家就明白了啊，界定投资和投机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购买的标的物能不能产生价值增值，能产生大家都能挣钱就叫投资啊，不能产生张三挣的钱就是李四赔的，钱呢就是换了换手，那就是投机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来看一看啊，比特币属于投资还是属于投机呢？很明显是属于投机的啊，比特币暂时不能产生任何价值，你挣的钱肯定是别人赔的啊，标准的投机行为。可能有些朋友不同意啊，说按照你这种说法，我买卖黄金也是属于投机了呗，因为黄金也不会自己产生价值增值啊。你以为呢？其实你还真就说对了，买卖黄金还真就是一种投机行为啊。这种说法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啊，我买个黄金我还投机了，真是理解不了。不过这种想法呢也不奇怪啊，因为正是黄金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人们公认它有价值，所以呢产生了一种投资的感觉。但本质上买卖黄金呢还是投机行为啊，这也是巴菲特几十年对黄金不感兴趣的原因呢。不过去年呢，老巴也转性了啊，也开始买黄金了。但是
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要说但是了。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啊！中西方的哲学都承认，绝对是白的，绝对是黑的，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你再投机的东西也会有一些投资的属性在里面。黄金是这样啊，比特币也是这样，要不然央行怎么说加密货币啊，将来可能成为一种投资的选项或者是替代性的投资呢？它还是有一些投资属性在里面的啊。为了方便理解呢，我们拿房地产来举例子啊。就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呀，房地产应该也属于投机，因为房子本身它不能再生一套小房子出来啊。我卖房挣钱了，是因为后来的人啊，别人以更高的价格买了，我挣的是别人的钱，这是不是投机呢？其实不是的啊。房子这个东西呢，在中国是属于投资的啊。我们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啊，你就明白了。比如说10年前啊，我在郊区买了一套房，1平方3000块钱，现在呢房价涨到了1平方2万。房子为什么涨价呢？是因为经过10年的发展呢，我这里已经不是郊区了，企业、商业、医院、学校、娱乐都有了，工作也好找，生活也便利。10年前呢，在附近啊，我1个月2000块钱的工作没有，现在呢，我还住在这里，我的职业能力也没有得到什么提高，但是能找到月薪5000的工作。小孩呢也能就近入学，生活呢便利啊，节约了我大量的时间啊，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提高的生活质量其实呢就是价值的增值啊。那这个增值是谁带给我的呢？房子，它不是所有的因素，但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啊。我没有这套房子，这些增值的价值我是肯定享受不到的。后来的人愿意2万1平来买我的房子，是因为他住在我的房子里，这些增值的价值啊，他也能享受得到，而且呢，能为他带来更多的价值，他认为值。所以说呢，房子呀，随着城市的发展啊，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啊。关键在于这些便利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的。这些便利如果能折算成金钱的话，那不就是房子产生了价值增值吗？所以说你当初选对了房子，未来它是能够产生价值增值的。那你买房子就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啊。后来者买你的房子，他住在这个房子里边啊，生活便利，节约时间啊，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那房子对他也产生了价值增值，它也是投资行为。反之呢，张三买我的房子，他不是为了享受便利的，他就不在这儿住，而是为了将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那张三就是投机行为，这很好界定啊。接下来呢，我们说黄金，说完黄金你就理解比特币了，都差不多。黄金的价值增值体现到哪儿呢？马克思说过啊，金银天然是货币，黄金从发现就被人们当作货币来使用了啊，这就是它的价值。那没有黄金之前，人们是怎么进行商品交换的呢？有用贝壳的啊，有用兽皮的，但是这些东西不好保存呐，那贝壳踩一脚就全碎了。要不然呢，以物易物，以货易货。我用小麦换你的棉花，这个量少还可以啊，量大就麻烦了。我10吨小麦换你3吨棉花，行，那你拉过来吧。好家伙呀，这不麻烦了吗？运输仓储的成本得多大呀？有了黄金呢，就简单了啊，节约了人们商品交换的时间和成本啊，这就是黄金有价值的地方。但是到了现在社会啊，我们使用的是信用货币，黄金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啊，失去了它的货币功能了。那它的价值现在在哪儿呢？现在呢，黄金更多的是起到一种信心的作用，依靠的就是全世界对它的认同。我有市场价10万的黄金，那我拿到金融机构随时就能够抵押借出8万块钱来。一个国家呢，如果黄金储备是充足的，它在国际市场上啊就有底气。未来的比特币很可能就像黄金一样啊，起到的是一个信心的作用。凭借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的认同，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价值背书吧。就我有多少比特币啊，我很有实力，你跟我合作，你借给我钱，你不用担心，起到的是这么一个作用啊，也就是这么一个作用吧，使得比特币能成为一种另类的投资品
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啊。唯一的价值，唯一的依靠就是人们对它的认同。它跟黄金还是不能比的。黄金是可以不依靠任何条件存在，那外星人打过来都不怕。那比特币是离不开互联网的啊！如果发生了大的灾难，互联网瘫痪了，比特币也就烟消云散了啊！你说你硬盘里还保存着所有的区块链都有，你的钱包里有10个比特币，有什么用呢？没有全球几千上万台矿机的确认，你硬盘里的数据就一文不值。可能有朋友要说呀，谁说比特币没有价值啊？在暗网和黑市上可管用了。说的对。现在比特币啊和一些加密货币能让人想起的唯一价值也就在这儿啊。换句话说，现阶段比特币唯一的价值呢，就是脱离各国政府的监管。咱们不能否认，这个价值是刚需啊，这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头疼的地方啊。4月18号呢，比特币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有2个原因都是政府打压。一个是土耳其从4月30号开始实行加密支付禁令，预计印度和摩洛哥也将出台类似的措施。二是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将指控多家金融机构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洗钱。可能大家呢还听说过这么一个说法啊，说比特币就是美国政府设计推出来的，中本聪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目的呢就是吸纳超发的美元，收割别国的财产啊。各种打压呢，其实都是幌子。这种说法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呢不好评判。但是世界各国对比特币和加密货币都很警惕啊，却是事实。从这次博鳌的亚洲论坛上，央行的高层对比特币的态度啊，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高层为什么间接承认了比特币的投资属性。这说明我们对比特币越来越有掌控力了。这个掌控力呢，毫无疑问就是数字货币的顺利推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未来纸币越来越少了，你怎么去买卖比特币呢？通过金融系统转账，这是能查得到的啊。要么通过数字人民币，这是可追溯的，也能查得到。数字货币呢，可以说是比特币还有这些加密资产的天然克星啊。未来比特币脱离政府监管这个价值呢，也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说比特币未来唯一的价值依托，也就是凭借着人们的认同，充当一个信心的作用，就类似于黄金的作用啊。第3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投资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资产的风险。很多人认为啊，比特币这种东西啊，价格波动太大啊，这是它的主要风险。其实呢，不对啊。在咱们国家，比特币最大的风险不在比特币本身，而在于你交易比特币的渠道。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大，你只要不上杠杆，它也没什么风险，迄今为止都是赚的。但是交易渠道你管控不了啊，而且出了问题你是投诉无门的啊，这才是最大的风险。开头我们说的有些朋友啊，正在交易的时候连不上网了，就属于这种情况。说到风险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买卖持有比特币是不是违法行为？这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啊。别说普通人了，就是一些在币圈的朋友也搞不清。明确一下啊，在咱们国家呢，你持有买卖比特币啊，不违法，没有哪一条法律法规禁止你持有和交易比特币的。但是在中国内地，没有合法的加密货币的交易渠道，也就是说，你通过任何交易所去买卖比特币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不鼓励你玩这种东西啊，所以呢，国内没有这个渠道。如果你非要玩，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法律也管不了，但是风险自担。有朋友可能说了，你说的这些呀，都是些野鸡平台啊，玩这种东西就得上正规平台。那好吧，我们就来说一说正规平台啊。还是那句话，国内没有正规的平台啊。国际上大家操作比较多的啊一些平台呢，在国内也不被法律认可的。我们就拿比较有名的火币网来举例子啊。火币网呢，注册在塞舌尔的，是受塞舌尔法律管辖的
你在货币网上交易关键时候掉链子，受到了损失，在国内你肯定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的你说我到塞舌尔跟他打官司，好，即使你有这个能力我相信很多朋友注册货币网的时候都没有看过货币网的注册条款吧？我截个图放在这儿，您可以暂停看看我用红线画出来的地方。只要发生不能服务和延迟服务的，货币网都不承担责任。至于说为什么不能服务、延迟服务呢？你说了不算，人家说了才算。所以呢，你在国内加杠杆炒作比特币和其他的加密货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仅要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你还要承担交易所割你韭菜的风险有人就说了，人家是正规的交易所，这不可能的事儿。那是你知道的少，你多加几个币圈的群你就知道了，这事儿还真不少。今天呢，0033说了很多说黄金、房子好像和比特币不沾边但是呢，是为了让我们能从更高的维度和基础的理论层面呢，就更好的理解这些加密货币比特币和一些加密货币近年来价格疯涨，完全是投机行为，货币放水，大量的资产涌进去了。未来比特币会不会泡沫破裂跌得一文不值呢？那是不可能的泡沫什么时候破，谁也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呢，比特币未来还是会拉出更高的价格，毕竟这玩意儿稀缺，而且呢没有保质期。更重要的是，认同这玩意儿的死忠粉是越来越多了。即使说有一天崩了价格暴跌90%，这不稀奇不是没有过。但是呢，它还是会起来的，而且会再给你创个新高。只要互联网还在，比特币就永远有价值，除非有人掌控了全网51%以上的算力，但是这个可能性真的不大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能不能去操作这些加密货币呢？我的建议是，能不碰就不要碰你说我买了想长期持有那我认为现在的价格也不合适炒得太高了，你可以关注，等它崩盘再说。你说我想玩一把合约，那其实跟赌博没有分别如果你真想赌的话，有更好的场所就正规的商品交易所，期货的杠杆也可以加得很高的最起码他们不敢拔你的网线吧。总之吧，现在去玩加密货币呢不太合适风险太高。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央行的高层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正在研究对数字资产的监管方案这对比特币、稳定币其实对他们是一个好事情。有了监管之后呢，就会给更多的人保障和信心，能够促使更多的人入场。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再见。